好，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vivo 刚刚发布的最新折叠旗舰 X Fold 第2代，这准确的说是它整个大折叠产品线里的第3代了。之前是1代，然后一个 Plus， 这一台其实之前在网上已经有过曝光了。我们手里的这个是华夏红色，这次我们又是集齐了全部颜色，一起来看一看。炫影黑。这盒子非常有分量啊！单面的一个保护壳，它这次是一个拼接设计，所以侧边是一个透明的。120瓦充电器数据线，这是我比较期待的天青蓝。这个蓝色很喜欢啊，红黑蓝3个颜色，你喜欢哪一个？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我个人还是更喜欢中间的这个蓝色。这次的华夏红和天青蓝主要是素皮，然后侧边呢点缀了一条玻璃，这一条玻璃的下面这个底纹做的有点类似于把金属给融化了，然后它镜头和素皮背板衔接的部分呢还做了一个微微的过渡，然后它的镜头外圈呢还做了类似于钟表的那种斜切的刻度纹处理。华夏红除了背板之外啊，其他部分都是一个黑色亮面的处理。一些细节体验方面呢，能够感受到还是充分考虑了商务人士啊，依然保留了实体的静音按键。我个人比较喜欢天青蓝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一体性，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因为它的中框啊，包括镜头圈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做了金属的同色处理，包括它这个边框也是我个人喜欢的微微的淡磨砂的这个工艺，不会那么容易沾染指纹。炫影黑其实我觉得是这次最特别的，它虽然说是一个玻璃的后背板，但是它在镜头的这一侧给做出了皮质的质感，就是如果不告诉你的话，你猛地一拿起手机，你会感觉，哎，这块好像是一个黑色素皮，其实它是玻璃的。然后侧边呢这一条呢做了一个竖向条纹的处理，然后中框跟华夏红一样，也是通体黑色亮面的处理。我们还收到了3个素皮支架保护壳啊，这个是红色的，它附带的那个其实都非常精致啊，只不过是没有这个小小的支架啊。看上，这个蓝色的。它这个侧边呢，直接给你做成了一个类似于金属的这种视觉质感，黑色。机的尺寸重量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如果是展开的情况下，它基本上是6.5毫米左右，因为不同的材质呢，这个厚度和重量是有微微区别的。然后合起来之后是13毫米左右，相对于它的上一代呢是薄了差不多1毫米。然后重量方面呢，一个279，一个278，相对于它之前是轻了大概30克。但是咱们中肯讲，这个重量放在目前的这些大折叠里边还算是比较重的。不过看完它的配置，你应该会觉得绝对对得起这个重量啊！第一个拉满呢，算是它的材质和质感；第二个拉满呢，就是它的屏幕，内外全部三星 E6啊，外屏是6.53，内屏是8.03，外屏这个峰值亮度都可以达到1600，这内屏更是可以达到1800尼特。正面这个边框呢，它是3个尺寸，这个最外侧的这个最窄，而且做了一个单侧曲面的处理，一个是视觉上的收窄，另外一个就是划过边缘的时候会改善你的手感。我左侧边这个因为有转轴，所以要稍微宽一些，顶部和底部是一个尺寸，内屏4边等宽，然后这个宽度控制也 OK。在之前体验 X Flip 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次蓝厂对于平整度的控制确实挺不错。这一台相对于它的上一代呢，又提升了40%。当然也有是新机的原因啊，反正我们这一台用了大概有2-3天的这个时间，各种测试也是比较重度的。我这手指划过中间转轴部分的时候，就是你刻意的要感受，你能感觉到，哎，这好像波浪了一下，小小的有一个幅度。当然，随着后期的使用，这里应该会更加明显一些。悬停方面呢，官方标称是60到120度的悬停。这台华夏红的默认呢是一个类似于蝴蝶的壁纸，它随着你展开悬停，它会卡在相应的位置上面。功能上，这次主要是软件方面的一些优化，就比如说啊，折起来变成帐篷模式，立在桌子上，相机就会自动变成外屏操作；拿起来撑开，又会自动回到内屏。整个过程不需要你再手动点击内外屏切换按钮。在这个模式下，也可以用后置来拍摄长时间的延时或者星轨什么的。上一代你需要在内屏打开相机，然后来回点按钮切换啊，过程比较麻烦。视频会议的时候，一半显示视频的画面，然后另外一半呢可以显示文档或者说其他什么程序。看视频或者
导航时，这半遮手机下半部分屏幕呢就会变成触摸板，也可以切换成鼠标模式。还有一条类似于 Touch Bar 的触控条，可以快捷调出通知或者控制中心，调整亮度和声音，还能一键快速截图。这系统里面也增加了防偷窥功能。当你在看手机时，旁边有其他人或者不是你在用手机，这通知呢就不会显示详情。比如你在会议投屏或者和别人一起追剧的时候，应该能避免不少尴尬瞬间。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小伙伴关心这次增加的 Dock 栏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它下方直接会显示一排图标，长按空白的地方它就会隐藏掉。你想让它再出现，再在大概这个位置上长按一下，它就会弹出，而且同时会配合相应的震动，这质感做的还是很好的。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打开一个微博，我直接拖过来，就可以了。一边刷微博，你一边就可以看浏览器。中间这3个点呢，你可以调节尺寸，可以让这边的微博变窄一点，这边的浏览器变窄一点。这个时候我还想再开一个可以把短信界面再拖到浮窗上面。下方 Dock 栏呢会记录你曾经使用的2个应用，比如说微博这个我一点开，它就会切换到之前的那个分屏应用上。这个功能做的还是很全面的，当然希望后期支持的软件也得越来越多啊。第3个拉满呢就是它的解锁，它内外这次依然都是超声波指纹之前各种机器当然它可以做的比较轻薄嘛，都使用的是侧边实体指纹按键这个位置上面还有解锁速度方面都是非常舒服。内屏的话也是在右手边的位置直接可以解锁。OK， 性能配置、影像配置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啊，不出意外还是8x4的这套组合。它的主镜呢这次用了一颗866，还有2个663，我们一起来实测。性能方面，首先娱乐兔Fold 2跑到了131万加，在8.2的机型中算是比较高的了。3D Mark 14081分稳定性达到了99.3%折叠屏配上8.2对于王者荣耀这种中低负载的游戏就轻车熟路了。平均帧率也基本跑满波动只有0.5，功耗呢4.2瓦，稍微有些高，机身最高温度41.2摄氏度。折叠屏的游戏呢，我们是在内屏进行的，王者在内屏的上下视野会高一点，但是左右就会窄一些。如果用外屏散热可能就不太好了，这就是折叠屏游戏需要权衡的地方。之前我们也做过对比图这台机器我们又做了一下，你可以暂停查看。高负载原神平均帧率58.9这个功耗5瓦，最高温度42.8摄氏度，好像还不错那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内屏默认比例测试，虽然此时的渲染分辨率为864P，但是内屏4:3.55的比例，相较于直板手机，在左右画面的渲染上面就要少了约一半，对比下来差不多是这样的并且在系统默认打开帧率优先的情况下，将内屏游戏手动调整为21:9，此时的渲染分辨率是530P 左右。如果你关闭帧率优先，它的渲染分辨率会有些许上升660P。在直板机游戏性能都没啥大问题的背景之下，折叠屏的游戏体验确实在当前还不太优秀。我觉得这个也和整个大的游戏生态是有关系的之前视频中我们也提到过几次买折叠屏手机的人多半也不是冲着它的游戏表现去了，对吧？大折叠屏分屏多任务的情况肯定比直板手机要更多，所以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的成绩就更加重要一些Fold 2最终成绩为123秒，动画有加快的情况，但好在是没有应用域加载的。在续航方面呢，4800毫安时的双电芯，在小白测评数据库 3.0 折叠屏专项续航测试中，3小时轻度胜于53%，5小时重度胜于1%，在数据库已测机型中排名第4，与上一代其实差不太多，出版系统应该还有优化空间。极限续航测试直到把它干到关机这个最终成绩是5小时01分。这里其实也多说一句因为之前折叠屏基本就没有几台能够撑过我们5小时续航测试的，所以很多机器就没有测到关机的数据。但之后的这些折叠呢，续航着实有进步，我们会陆续添加上，大家都关注我们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就可以了。120瓦有线充电对于折叠屏来说，这个功率还是挺猛的了，10分钟充入52%，前台充满半个小时都不到28分钟，涓流充电也就只有2分钟，值得点赞。不过你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在内屏打开25摄氏度的环境下进行测试的，如果你把它折叠起来，它的充电时间会慢一些。折叠机的影像环节一直都不是什么重点因为机身受限嘛。在白天场景中呢，更多的是各家色彩调教的不同。vivo 这一套呢是提亮加上高饱和的风格，比如这张店门口中间的区域，这组窗口内壁的纹理因为提亮看起来确实是最清晰的，不过门头颜色感觉这饱和度有点高了。白天的解析力上，如果不是放大很多倍，各家其实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差距。这组雕像只有 vivo 识别到了石头人脸，所以它的细节也更为丰富，拍人像也是一个道理暗光场景中的几家的差别就比较明
明显了，比如这组马路旁的树啊，vivo整体的曝光呢也更高一些。好在远处灯牌的高光控制还是不错的，这组中就更能体现出蓝厂压高光的优势了。其他几家雨滴或者灯牌啊，总有一个看不清楚。拍这种花朵纹理比较多的时候，vivo当前版本的多帧合成算法会显得稍微有些塑料感，导致花朵看起来没有那么鲜嫩。算法还可以再优化一些。Fold 2的整体调教呢，饱和度偏高，白天拉曝光会让照片看起来更加亮眼，但晚上感觉就有点过了，显得这照片没有什么光影层次感。好在它的高光控制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出色。上一代的潜望镜头这一次换成了2倍人像，考虑到折叠屏的体积啊，这个轻薄属性，主观觉得是有得有失的点。另外在当前版本下，它的预览框有些许模糊，颜色也比较偏淡，不过实际成片没什么问题，这一点取景框也可以后续优化。老规矩，小白测评公号后台回复 vivo X Fold 2就可以获取本期视频的所有视频样章了。最后我们仔细思索了一下，有2个小点提醒你注意。第一个就是它没有16GB 的版本啊，这次最大就到了12，然后还有就是它没有红外。OK，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这次的 X Fold 2其实还是延续了之前蓝厂做折叠屏一贯的这个风格，在产品定义上还是跟我们之前体验的那些大折叠有很大不同的啊。首先就是硬件配置堆料方面，既然咱们都大折叠了啊，全部都堆得满满的，让你挑不出来什么太多的毛病。轻薄这个点呢，应该算是它的第2优先级了。之前不止一款折叠屏呢，它的定义优先级这轻薄是放在了第1位。我觉得这是2种倾向，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选择就可以了。OK， 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第一时间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对比、免费查看其他折叠屏啊，包括这些的数据啊，里边都有。连续爆肝啊，本期掉了2118根头发，希望能够点赞过2万，特别感谢。不管这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这台我要用了。